导师给我发消息，逆图在干什么？我在改论文啊，还能干什么？熬了大半夜，累死我了。导师，牛逼。你呢？导师，我在你后面的卡座，过来跟为师碰一杯。我转过头，纷乱的人群中一眼看到了慵懒的靠在座位上的顾晏殊，他眯着眼，一脸调笑的看着我，对我举了举酒杯。我脊背发凉，脑子正在飞速运转。闺蜜推了推我的肩膀，呆呆的看啥呢？她顺着我的目光，卧槽，顾晏殊怎么比高中的时候还帅了？是的，我们都是高中同学。高中的时候我跟顾晏殊谈过，后来闹掰了，他出国留学。半年前我辞职考研上岸，顾晏殊成了我的硕导。完了，我跟他说我在改论文，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希望他比高中时仁慈些。我想了想被驳回无数次的论文修改稿，那些毒辣的修改意见，你吃菌了吗？写得这么颠，这段写得很好，全部删掉，不懂就问，是在去精华取糟粕吗？看出来了，知乎恶评都是你写的吧？与日俱增的除了顾晏殊的颜值，还有他的闷骚和毒舌。我硬着头皮拿起酒杯，走到他那桌。顾导，怎么这要巧？徐彤在酒吧改论文呢？我尴尬地讪笑一声，这不是太累了，放松放松吗？他抬眸，神色晦暗不明，经常来这喝酒。我眼都不带眨一下，立刻说，怎么可能？我说我要改论文，陈雅映拉着我来的。顾晏殊瞥了一眼远处，不明所以的闺蜜给我比了比加油的手势。抱歉，闺蜜这时候不就是用来挡刀的吗？晏殊，这位是？顾晏殊的同伴好奇地问。我带的研究生徐彤。同伴醉醺醺的，突然拍了拍脑袋。徐彤，不是那个甩了你的初恋女友吗？此话一出，气氛顿时变得很尴尬。只有顾晏殊好像没听到似的，看了一眼手机，漫不经心地说，你老婆刚刚发消息问我你在哪，你可以回去跟她解释在酒吧开会的事了。那同伴瞬间清醒，神色惊恐，不是吧，兄弟？他一边跌跌撞撞地奔出门，一边叫嚣着，我老婆会一定杀了我。顾晏殊，你要死啊！我目送那位可怜的老哥离开，转头发现顾晏殊在盯着我，我被他看得直发毛。那个顾导，我敬你一杯。我碰了碰他手里的酒杯，一饮而尽。顾晏殊皱着眉，夺过了我的杯子，别喝了，你自己什么酒品，心里没点数吗？我眨了眨眼，想起成人礼的时候，我喝醉酒强吻他，并扇了他一耳光的事情。你有病啊？没事提这个干嘛？我白了他一眼。顾晏殊笑盈盈地问道，我说什么了吗？我一时语塞，摆了摆手。酒碰完了，我回去了。等一下，又干嘛？区域文化与影像表达那篇论文，明天12点前改好发我。什么？就是说你今晚可以继续改论文了。这一夜注定是个难眠之夜。我咬着牙干了3杯咖啡，在11点59分把修改好的学术垃圾发到顾晏殊邮箱，邮件名为喜欢爱图的大论文嘛。说话没错，我就是故意恶心他，不作死就不会死。下午我有顾晏殊的课，课间的时候他打开邮箱，全班人目睹了我那封疑似性骚扰的邮件，周围的同学都在低声议论。发件人是徐彤，他不是顾教授在带的吗？这什么标题？哈哈哈哈！好想看看大论文的内容。顾晏殊低头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屏幕，鼠标在屏幕上滑动，一向的不是关闭，而是放大。顾晏殊远远地看了我一眼，嘴角上扬。好，下半堂课我们就以这篇论文为例，讲讲论文评阅。课室的劣质麦克风里传出嘶哑又冰冷的话语。我低着头疯狂刷手机，假装若无其事，心里把顾晏殊从头到脚骂了一遍。多亏了顾晏殊，全班同学都领略了我大论文的风采。有一说一，我写的不差，毕竟顾晏殊给的修改意见不仅多还一针见血，改完之后其实还能看。下课的时候，顾晏殊留住了我，下周的全球学术研讨会，你跟我去啊？那么大的会议，带我一个学术蝗虫去，带你见见世面，我都不嫌你丢人，你怕什么？我转念一想，也是，反正丢人的是他。那个全球盛会，茶点应该很好吃吧？顾晏殊鄙夷地看了看我，你也就这点出息了。下周我们到了下榻的酒店，顾晏殊被学术大拿邀去交流，我则奔向了酒店的豪华自助餐厅。我瞅准餐台上的最后一只龙虾，咽着口水准备夹，一只手伸过来，眼疾手快地夹走了肥胖的龙虾。岂有此理！我转头瞪着那只手的主人徐彤，程毅然，竟然是我多年没联系的大学师兄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惊喜地问道。本科的时候我跟他挺玩得来的，博导带我来开会，我现在在 A 大读博，出息了呀。你呢？我跟我硕导来的学习。你是奔着学习来的吗？他看了我手里盛得满满的碟子，难道你是？我看了眼他盘子里的龙虾，我俩很有默契地相视一笑，找了个位置一起坐下来畅聊。当程毅然得知顾晏殊是我导师的时候，快要惊掉了下巴，那可是顾教授啊，多少人想申请他的博士，他都没空带，你怎么申请到的？我一顿，难道我要告诉他当初我求着顾晏殊收我为徒的事吗？我低调一笑，因为他看到了我过人的学术潜力。程毅然眯着眼，上上下下扫视了我一圈，你先把嘴角的饭粒擦掉再说，这话还比较有说服力。我的笑僵在脸上，抬手擦了擦左脸，这里。他伸手轻轻地抚了抚我的嘴角，我被他亲昵的举动吓得愣了愣，不自然地摸了摸他刚刚擦过的地方。程毅然好像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妥，继续刚刚的话题。可惜了，你没来 A 大，不然我又能当你师兄了。有什么可惜？不是我说的。顾晏殊在我身后沉沉地说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导师顾晏殊，这是我本科时候的师兄程毅然。顾晏殊在我身边坐下，程毅然热情地说道：顾教授久仰大名。顾晏殊淡淡地点了点头。你好，徐彤平时蒙承您照顾了。我这小师妹本科的时候就怪精灵聪明的。我鄙视地看着脸不红心不跳的程毅然，1分钟之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
你们以前很熟？顾晏殊说话向来只抓重点。程毅然回忆状，笑了笑说：“这家伙以前可没少给我惹麻烦。”我看着程毅然这副嘴脸，翻了他个白眼。程毅然人是挺好的，就是爱装杯。我抢过他的话，说道：“熟得很，师兄，你可以把龙虾给我吗？”程毅然被我的话打断，无奈地笑了笑，低头剥开了龙虾，把盛着包好的龙虾肉的碟子放到我面前：“赶紧吃吧，小师妹。”我喜笑颜开，突然发现顾晏殊很久没说话了。转过头，他正饶有兴趣地在看着我和程毅然，虽然面无表情，但我分明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压力。我碰了碰顾晏殊的手臂：“顾晏殊，你怎么没加东西？你吃我的吧，我拿了很多，嘿嘿。”“好啊。”顾晏殊拿过我面前那盘龙虾肉，若无其事地开始大快朵颐：“没让你吃我的龙虾呀！”我心疼之余，察觉到氛围出现一丝不对劲。程毅然尴尬地轻咳了一声：“顾教授觉得徐彤怎么样？”“不怎么样。”顾晏殊斩钉截铁地回答。我怒视他，顾晏殊看都不看我一眼。程毅然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你别看他这样，大学的时候好多男生追他呢。”我骄傲地斜眼看着顾晏殊：“很好，真给我长脸，再多说点我的好师兄。”顾晏殊没搭理我，随口问道：“那谈了几个？”“一个都没有。他说他走不出初恋男友去世的阴影。”“噗，不是让你说这个呀啊呀！”顾晏殊举着叉子的手顿了顿，终于正眼看我了。“什么？”程毅然没放过我，继续补刀，对着顾晏殊感叹道：“徐彤这人还挺念旧的，初恋死了这么久还记着他。”我忍着去撕烂程毅然嘴的冲动，抢笑着说：“好了，别说了，程毅然。”程毅然一愣，满怀歉意地说：“抱歉，我以为这么多年过去，你应该走出来了。正经人谁记着初恋啊，哈哈，过去的事就别提了。”我不敢看顾晏殊一眼，只求程毅然别再说下去。他生前一定是个很好的人吧？程毅然同情地看着我，我受不了了，噌地站起来：“那个师兄，我有事情跟你说，你跟我来一趟。”下一秒，顾晏殊抓住我的手臂，一字一句冷冷地说道：“你到处跟别人说我死了。”程毅然呆坐在原位，震惊地看着我们：“你们？”顾晏殊对着他似笑非笑地说：“很不巧，我就是那个去世多年的前男友。”程毅然一副吃到屎的表情，茫然地看向我。我也好不到哪里去，避开他无助的目光，抬着头看着头顶的吊灯，希望吊在上面的不是灯，是我。顾晏殊侧过脸，似乎觉得很有趣：“呆坐着干什么？继续吃啊！”我伸腿在桌子底下用力踩了程毅然一脚，挤眉弄眼地暗示他赶紧圆场。程毅然吃痛地抖了抖身子，愚蠢且疑惑地看着我。恍然间，他仿佛开悟了一般，慌慌张张地起身：“那个，我吃饱了，你们聊。”临走之前还别有深意地对我眨了眨眼，眼神传递着我懂你的讯号。我眼角抽搐地看着落荒而逃的好师兄，他好像一条狗啊！空气仿佛都凝固了，我如坐针毡。顾晏殊用刀叉慢条斯理地切着牛排，每切一刀都像凌迟在我身上。“你没什么要对我解释的吗？”我脑子一抽 ，Sir surprise。啪！顾晏殊把刀叉甩在餐盘上，我紧张地咽了咽口水。要不我用西餐刀切腹谢罪吧？顾晏殊一记凌厉的眼神止住了我蠢蠢欲动的手，我立刻老实了，求饶道：“我错了，真的，我当时就是信口胡诌的。徐彤。”顾晏殊显然有点动了肝火，直接打断我：“当初要分手的人是你。”他的眼神里没有一丝笑意。我愣了愣，无端想起了当年我俩分手的场景。那年高考成绩出来了，我考得比平时差了太多，堪堪擦过2本分数线。别说能跟顾晏殊一个大学，就连北京的边我都摸不着。我十分挫败和不甘，几乎每天都在以泪洗面。但是顾晏殊对我可好了，一直在安慰我，说别的城市也有很好的大学，他不是非要去北京不可。他说只要我在哪个城市，他就去哪个城市。后来还是不太熟的同学告诉我，顾晏殊家里已经准备送他出国了，而我对此一无所知。知道这个消息的当晚，我就跟顾晏殊提了分手。他听了眉头紧锁，却没当一回事，对我说：“我知道你这阵子心情不好，但是你不要拿分手来闹，我最近的烦心事也很多。烦着什么时候跟我说出国的是吗？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？”他叹了口气，耐着性子跟我解释：“出国的事不是我的意愿，我会推掉的，你先别急着发脾气。”说罢他要过来抱我，我往后退了一步，躲开他的怀抱。算了，你继续当你高高在上的天才少年吧，我追不动了。顾晏殊愣了愣，你什么意思？一直以来都是我在死缠烂打着你，你也很烦吧？顾晏殊不耐烦地打断我，够了，我可以当今晚什么都没发生过，你先回去冷静一下。我冷静得很，我承认当时多少有赌气的成分，但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，我和顾晏殊的差距还在不断拉大。就算我们没有分手，以后又能走多远？我不想顾晏殊为了我委屈自己的才能，更不想面对自己的失败和与我们之间的鸿沟。对于这段感情，我没有一点信心，只有逃离。顾晏殊嗤笑了一声：“徐彤，是你先来招惹我的，现在你跟我说分手？”他的神情流露出无尽的失望和疲惫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没有一刻不想要反悔。我想像以前惹他生气时一样，用玩笑化解掉我们的僵局，却又受另一种自尊的情感所制裁，而又咽住了。话到嘴边拐了弯，可是现在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。顾晏殊盯着我看了很久，点了点头，不带一丝情绪，毫不犹豫地说道：“徐彤，你最好永远别后悔。照当时的分手情形，老死不相往来本应该是我们的最后结局。”我看了看面前冷眼凝视着我的顾晏殊，一如分手那天的冷漠。我自嘲地笑了一声，平静地说道：“对呀，你不也答应了吗？”顾晏殊听了，气急反笑：“很好。”他往后靠在椅背上，嘲弄地反问道：“徐彤，这么多年你就没觉得对不起我过？”我沉默不语。顾晏殊转过头，冷笑了一声：“是我太看得起你了。”
他把手里揉成一团的餐巾纸扔在桌子上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一直到学术会议的最后一天，顾晏殊都没跟我说过话。倒是程毅然每天都来找我吃饭，顾教授还生气呢。我嚼着程毅然投喂的披萨，耸了耸肩，只是单纯不想理我吧。没关系，你还有师兄我呢。我嫌弃地看了他一眼，程毅然，你当时要是不逃得那么快，我还会认你当师兄。你是没看到他看我的眼神，好像要把我吃了。说完，程毅然假意抱肩发抖，我受不了他，用力推了他一掌，他却顺势揽着我的肩膀。师妹，明天就要分别了，师兄补偿你。我狐疑地看着他，今晚带你去我博岛的晚宴吃一顿好的，那地方全是大佬，我哪能去啊？那么多人，没人会留意你的，放心，我在呢。我犹豫着。程毅然循循善诱，听说有特地从法国请来的米其林大厨。我挑了挑眉，立刻谄媚地笑着，什么都不用说了，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一个好师兄，就是你。还好我为防不时之需，准备了一条还算正式的裙子，简单的化了个淡妆。我在酒店大堂等程毅然，百无聊赖之际，我看到了穿着一身精致的意大利高定手工西装，衬得身子挺拔的顾晏殊。我正犹豫着要不要跟他打个招呼，一个穿着紫色抹胸礼裙的漂亮女生走近他，挽住了他的手臂。顾晏殊没有说话，任由着他挽着手臂走出了酒店。我莫名感觉有点酸溜溜的，顿时失去了去晚宴的兴趣。师妹，哇哦！我转头，程毅然夸张地瞪大眼睛，没想到你这样打扮起来还挺惊艳的。你说的最好是真的。我揪着伸过来的他的手臂，喂喂，这可是阿玛尼呀！废话那么多，赶紧走，今晚我要吃个尽兴。管他顾晏殊还是什么，没有什么事是一顿吃的解决不了的。不好意思，这位小姐不在宾客名单里。门口的保安礼貌地拦住了我们。我和程毅然面面相觑。你不是说无人在意我的吗？我说的是进去之后，你能再不靠谱点吗？程毅然思索了一下，别急，我摇人。我们处在门口，来往的宾客都纷纷侧目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算了，我回去了。他着急地拉住我，别呀，好吃的就在里面等着你呢。我摆了摆手，我也没什么胃口，想回去睡觉。等一下，马上就好。毅然，一抹紫色裙子映入视线。程毅然惊喜地看着裙子的主人，吕教授。我一抬眼看到了正挽着顾晏殊手臂的女生。顾晏殊仿佛没有看到我的存在，抽出了被挽着的手臂，走到保安面前。保安立刻鞠躬。顾教授，徐老正在等你。吕丽丽看了看我，对程毅然意味深长地笑道：怎么不进去，还带了小女朋友呢？程毅然仿佛看到救兵一样，吕老师帮忙，我们被拦住了。吕丽丽歪了歪脑袋，为难地说道：这……顾晏殊站在门内，冷冷地看着我们。进来。程毅然听了立刻会意，拉着我的手走了进去。那保安正要发话，被顾晏殊一记凌厉的眼神冻在了原地。我报复性地往嘴里疯狂塞东西。程毅然戳了戳我鼓着的腮帮子，你不是没胃口吗？我瞪了他一眼，正要发话，被噎住了。我猛捶着胸口。程毅然一边给我拍背，一边把饮料送到我嘴边，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就在我被噎得面红耳赤的时候，我远远接住了顾晏殊的视线。他只是瞥了我一眼，转身又跟周围的人交谈起来。切！我舔了舔舌头，不愧是大佬晚宴，这香槟都是高级货。我又拿了一杯，碰了碰程毅然的手臂。你说的那个吕教授是谁？他呀 ，A 大最年轻的女教授，最年轻教授这几个词好熟悉呀。程毅然看了我一眼，没错，他跟你导师同门出身。不过顾晏殊这样的天才还是太难得了，他的博士论文我看过，简直是艺术。我打断他，没让你舔顾晏殊，你干嘛呢？我是发自内心的好吧，我跟你说。他低头看了眼手机，等一下，我导师找我。我挥了挥手让他赶紧去。程毅然走后，我游荡在甜品区，做餐后最后的选择。你看他还在吃，我的天哪！如果身后的两位小姐想蛐别人，麻烦别用能让人听得到的音量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转过头去，请问我吃你家大米了吗？那两人没想到我会直接回对，其中一个对我无辜地笑着。你在说什么呀？另一个高个子女生讥笑道。某些来历不明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混进来，大吃大喝的是乞丐吗？我眯着眼，好心地提醒道，你牙上有菜叶子。那女生立刻闭上嘴巴，皱着眉用舌头撬动嘴唇。她一旁装无辜的同伴破功了，挑衅地问道，你是哪个大学的老师？我怎么没见过你？还是博士生？你是保安吗？要查我户口？无辜姐愣了愣，咬着牙对我说，我看到了，刚刚在门口你被拦下来了，还不要脸地溜进来。我耸了耸肩，若无其事地说，看到了又怎样？想要说明你没瞎。她气笑了，不知道哪里来的土狗。我拢了拢头发，把耳朵侧过来，疑惑地问，啊，你在这汪汪叫了半天，我也没听懂啊。你……菜叶子姐拉了拉她的手臂，算了，别跟这种人理论，我们走。我撇了撇嘴，就这，转头继续挑选我的甜品。突然身后一股力量推了我一把，我倒向了餐桌，甜品餐盘都撞得摔碎在地上，噪声引得全场都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都看过来。哈哈哈，吃太多了，站都站不稳了吧？菜叶子姐在我身后得意地嘲笑。我撑起身体，奶油沾了我一身。菜叶子姐俯身假意说道，你没事吧？我盯着她，嗤笑了一声，抬手把她的头按在地面的蛋糕上。她以狗吃屎的姿势栽在地上，顿时大声尖叫。我拍了拍手，站起来。无辜姐抓住我的手臂，你在干什么？保安呢？这里有人闹事。一群人围了过来，怎么回事啊？他们在干嘛？有人扶起了菜叶子姐。菜叶子姐指着我怒吼道，那女的不知道怎么进来的，根本不是这里的宾客。很好，毕竟先叫冤的人赢一半。现在我已经成为众矢之的，围观的人纷纷指责我，无辜姐更来劲了，
叫嚣着要报警抓我。我瞥了眼远处，程毅然正朝我快步走来，我给他使了个眼色，别过来。我砸了他驳倒的场子，还是不要连累他比较好。当我思忖着这时候是不是该低头道个歉比较好了事，突然一件宽大的黑色西装外套罩在我的身上。顾晏殊一把拦过我的肩膀，低声问道：吃饱了吗？我茫然地抬头看他，啊，吃饱了。那就好。吴姑姐见到顾晏殊的举动，十分震惊。顾教授，您认识他？顾晏殊理都没理他，专注地给我擦着头发上沾着的奶油。宴会主人徐老也来到现场，蔡叶子姐仿佛看到了底气，对着徐老投诉：老师，有人欺负我。徐老皱着眉瞪了他一眼，他立刻噤声。徐老走到我们面前，抱歉，我的学生让你看笑话了，晏殊。顾晏殊冷哼了一声，没接话。我反而不好意思起来，少爷，人家宴会主人都出面了，你别甩脸色了呀。我手伸到背后掐了顾晏殊一把，顾晏殊皱着眉抓住我的手。徐老顿了顿，朝蔡叶子姐示意，过来给这位小姐道歉。老师，我……蔡叶子姐被徐老严厉的眼神镇住，不情愿的含糊说了句对不起。我尴尬的摆了摆手，才发现刚刚手撑在陶瓷碎片上，伤口正在流血。顾晏殊也看到了，蹙紧了眉，捂着我的伤口。徐老急忙请我们到会客室。你轻点啊。我吃痛的往回抽手臂，顾晏殊攥紧不让我动，继续擦酒精。这时候知道疼了，刚刚不是挺勇的。我恍惚了一下，感觉有点醉意，吞吞吐吐的说，好像香槟喝多了。他低着头，突然笑了笑，徐彤，你真是一点都没变。什么？喝多上头的时候什么都做得出来这一点？我怔住，一下子明白他在说什么。依稀记得学校那天举办成人礼，我们一些同学过后觉得不尽兴，放学悄悄一起聚会。第一次喝酒的我不胜酒力，喝了几口就整个人都晃晃悠悠的，蹲在角落画圈圈。顾晏殊后来才找到我，憋着一肚子气，又没法对醉鬼说教，只能生气地拽着我要去洗脸。我迷迷糊糊地扯着身子不跟他走。你谁呀？顾晏殊没说话。我揪着他的衣领凑近了盯着他看，点了点头。是帅哥。我神志不清地问他，为什么不祝我生日快乐？顾晏殊无奈地说道，你生日上个月就过完了，那我礼物呢？在你家床上摆着呢。我摇了摇头，有点生气。胡说，那蜘蛛是顾晏殊送我的，你的呢？顾晏殊没回答。我大度地摆了摆手，没带礼物也没关系，那亲一口当礼物吧。顾晏殊怔住，神。我已经揪着他的衣领，把嘴唇贴了上去，用力地破了一口。我舔了舔嘴唇，心满意足。顾晏殊却搂住了我的腰，喘着气低声说，你管这叫接吻？说罢他低头反吻住我，来势汹汹。我第一次感觉到窒息的眩晕，恍惚间突然想起什么，我用力地推了推他。顾晏殊松开我，一脸疑惑。我十分警惕地左顾右盼，贴着他耳朵低声说，我们不要被顾晏殊发现了。顾晏殊掐着我鼓鼓的脸，凑近了咬牙切齿地说，徐彤，你再说一遍。我顿时来气，想都没想抬手扇了他一耳光。变态，我要告诉顾晏殊。后来我断片了。第二天还是闺蜜好心提醒我，给顾晏殊道歉的时候记得跪的姿势要端正。我整整哄了他3天，他才原谅我，并且逼着我发誓读诗以后不许再喝酒，不然我们今后就永远不能在一起。哑巴了。顾晏殊发现我没说话，抬头却发现我红着眼眶。你干嘛了？说你2句还委屈了。我扁了扁嘴，本来没想哭，就是不知怎地各种情绪涌上来，眼睛就不受控制的尿尿了。顾晏殊用手指挡去我的眼泪，轻轻柔柔地摸了摸我的头。我没说你不好的意思。顾晏殊温柔的语气反而让我哭得更凶了。他抱住我，在我头顶上柔声说道，好了，乖，别哭了。我眨了眨眼，不自然地推开他。你干嘛？突然这么温柔，让我感到很陌生啊。深情的氛围戛然而止。顾晏殊面无表情地松开手，不想和我说话。我确实不想哭了，但是心却砰砰地急速跳动。服务员敲了敲门，送来了一套全新的礼服，这是许老的一点心意。他对顾晏殊鞠了个躬，说道，顾教授，许老请你来隔壁一趟。我在洗手间梳洗掉脏污，换上那件精致的礼服，竟然意外的合身。可是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后背的拉链我一个人拉不上。我试着叫了一声门外的服务员，那个请问能不能帮我拉一下拉链？门被推开，一个颀长的身影探了进来，伸手拢起我的头发，帮我拉上了拉链。顾晏殊靠在门上抱肩看着我，走吧，他们在等你。蔡叶子姐和吴姑姐一改之前的跋扈，当着全场宾客的面诚恳地给我鞠躬道歉。对不起，徐小姐，是我该推了你，实在抱歉。对不起，是我们太过分了，请原谅。徐老来到我面前，面带歉意地对我说，徐小姐，是我的学生做的不对，能不能给他们次机会？我被这夸张的阵仗唬得一愣一愣的。我这个人向来是吃软不吃硬，轻松地笑了笑，说道，算了，我也没事，我原谅他们了。顾晏殊却不是很满意，皱着眉正要发话，我赶紧扯了扯顾晏殊的衣袖，我有点累了，我想先回去酒店。顾晏殊定定地看了我一眼，妥协了，我送你回去。许老给我们派了辆车送我们回去。上车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吕丽丽着急地拉着对顾晏殊说话，顾晏殊不耐烦地抽出手臂，屈身坐进车内。一瞬间，我与吕丽丽对上视线，那眼神可不太友善。在车上，我忍不住问顾晏殊，他怎么了？顾晏殊没搭理我。你们好像很熟哦，阴阳怪气地说道。她只是我的师妹，妹妹说紫色很有韵味。我唱了起来，别怪我，要怪就怪吕丽丽的紫色裙子太潮流。顾晏殊抽搐的眼角里都写着无语2字。我看着他这副样子，心情大好，戳了戳他的手臂，问道，为什么他们好像都很怕你？顾晏殊用手撑着脑袋，看向车窗外，淡淡地说，
从小到大就你不怕我吧？我默然思索了一下，确实，从我认识他起，他从来都是一副目中无人的自傲模样。然而天才的坏脾气都是会被原谅的，他这辈子的黑历史好像都是因为我。第一次被女生死缠烂打的告白，第一次被当众骂，第一次被强吻，第一次被扇耳光，第一次被甩。我莫名觉得有点好笑，两个这么不相称的人莫名纠缠至今。顾晏殊听到了我的笑声，我感受到他的目光，转过头，他深邃的眼眸在漆黑的车内显得格外明亮。顾晏殊的手指敲着车门扶手，若有所思地说道：我在想，是不是我太惯着你了？车在酒店门口停了下来，我还在想着顾晏殊刚刚说的那句话的意思。我们一前一后沉默地走着，各怀心事。突然我的电话响了，是程逸然打过来的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回到酒店了，今晚抱歉没帮上你，你能在大堂等我一下吗？我有话要对你说。好，我挂了电话，对走在前面的顾晏殊说：程逸然找我有事，我去酒店大堂一趟，你先回去吧。说罢转身寻找大堂的方向。徐彤，顾晏殊低沉的声音止住了我的脚步。过来。他那不可违抗的语气唤起了我高中狗腿的记忆。我很没用地走到他面前，他看着我扬起嘴角，似笑非笑地说道：我带你是来开会的还是来找对象的？我瞄了眼顾晏殊，犹豫地说道：不是来大吃大喝的吗？瞬间空气都凝结了，我敏锐地察觉到顾晏殊在生气的边缘。开会5天没发过一次学习报告给我，每天都跟他一起吃饭散步，勾肩搭背，手拉手参加宴会。女朋友，少爷，不是你不理我吗？顾晏殊薄唇轻启，略带蛊惑地说道：要不我直接帮你转学到 A 大，让你跟你的好师兄再续前缘啊？这是可以的吗？我诚心发问。我知道顾晏殊在学界的影响力很大，但是这样的操作已经超越我小市民的想象。这样也行？顾晏殊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，他攥住我的手紧了紧，那力道大得让我生疼。我感觉我再不跑，估计要被他吃了。我不动声色地寻找逃跑的方位，他盯着我，缓缓地说道：徐彤，你今天要是敢就这样跑了，我们之间就算完了。听到这句话，我浑身的硬骨头都隐隐作响，叫嚣着站起来。徐彤，别怂啊！我仿佛受到了某种力量的感召，憋了一口气，毫不留情地说道：我们不是早在当初你出国的时候就结束了吗？我提分手的时候你也松了一口气吧？顾晏殊甩开我的手，噎着气笑了。呵，徐彤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如果我真的想结束，当年就不会推掉7封世界 Top 10大学的邀请函，1年前就不会离开研究所回国，更不会用5篇4案来换当你的导师。我愣了愣，疑惑地说：什么？不是我求着你才肯当我导师吗？你觉得为什么会这要巧？刚好你考的学校有我在，为什么我能顺利当上你的导师？早在你准备考研的时候，我已经在终点等你了。他的声音难掩激动。你守着自己可怜的自尊心，拍拍屁股走人，有没有想过，在你临阵脱逃的时候，我已经做好了为你抛掉一切的准备？他停顿了一下，压抑着自己的情绪，声音极轻却有力：徐彤，我一直都在等你。我听到顾晏殊的话，心脏都要跳出胸腔。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，却发现自己在浑身发抖，什么也说不出来。我猛地转过身去，不想让顾晏殊看到我的失态。顾晏殊从背后抱住了颤抖的我，像铁钳一般紧紧地箍着我，让我平静下来。终于他仿佛哀叹地说道：徐彤，我们和好吧，我们都不要再斗气了好不好？骄傲如顾晏殊这样的人，曾几何时会用这种寂静哀求的语气说话？我的呼吸都变得紧促，感觉空气因为顾晏殊的话而变得稀薄。我知道我该说什么，对不起，我终于说了分手那晚本该说的那句话。顾晏殊顿了顿，松开我，在我身后缓缓说道：道歉的时候要看着对方的眼睛。我转过身去，看着顾晏殊深不见底的眼眸，深呼吸了一口气。对，顾晏殊低头吻住了我的唇。当晚美色当前，我自然是义无反顾地割掉了程逸然。所以当我收到程逸然的短信时，心里难免愧疚。在看什么？顾晏殊慵懒地侧躺在床上，上身由臂肘撑着，被子掩在他腰间，露出精壮的腹肌。程逸然给发我的信息。顾晏殊从鼻子发出不屑的轻哼。我看他这副样子，突然想起来，得意地说：你那天在酒店餐厅绝对是吃醋了吧，少自以为是了。他恢复了往日的傲娇，那家伙我根本没放在眼里。哦，是吗？他短信里跟我告白了。下一秒，顾晏殊坐直身体，夺过了我的手机，快速地浏览了一遍后扔回来给我。无聊。其实程逸然只是发了一些跟我道别的话。我恶作剧成功，乐得躺在床上大笑。顾晏殊深压住我，贴着在我的额前，咬了咬我的唇。你要是想激怒我，最好换个不那么明显的方法。我反吻了他一口，坏笑道：我们没可能的，我们要是有机会，大学早就在起了。他的脸顿时变得很臭，我还没来得及笑，他已经低头堵住我的嘴，手攀上了我的腰际。第二日，我收拾好行李，在走廊等顾晏殊。逸然的小女友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吕丽丽走到我面前，我不是他女朋友。他笑了笑，并不在意。开个玩笑，我看得出来，你们之间没合而猛。我扯了扯嘴角，算是对他无聊玩笑的回应。倒是你和晏殊之间好像关系不一般，我不置可否。他神秘的一笑，我看过你的照片。我靠在墙上，漫不经心地说：是吗？我们大学校花榜吗？他愣了愣，我冲他挑眉一笑，我也是开玩笑的。他尴尬地笑了笑，接着说：留学那会我找晏殊借书，书里夹着你们的合照。我眨了眨眼，没想到会听到这个回答。你们是高中同学吗？我受不了他的拐弯抹角，忍不住问他：你是不是喜欢顾晏殊啊？是啊。他大方地承认了。我耸了耸肩，那你没戏了，他是我的了。
他轻呵一声，斜眼扫了我一圈，没想到他会喜欢你这样的人。我丝毫不在意他带刺的话语，拍了拍他的肩，语重心长地劝说：输给我，你无需自卑。他呆呆地看着我，被我噎得说不出话，半晌才了然一笑，怪不得他喜欢你，本来是想来跟晏殊道别的，看来没必要了。我没说话，远处顾晏殊朝我们走来，祝你们幸福。他没等顾晏殊来，已转身离开。顾晏殊皱着眉看了履历里的背影，他找你干嘛？他夸我好看呢。顾晏殊嘴角勾着笑，捏了捏我的脸，又胡扯。我冲顾晏殊做了个鬼脸，既然履历里不打算说，我又何必揭穿呢？就让他们保留最后的体面吧。当你的硕导变成你男朋友，幸福值是否会攀升？答案存疑。我看着顾晏殊眉头紧锁地看着我的毕业论文，感觉到比脱光站在他面前还要羞耻的隐私。脱光了顶多看到的是肉体，但是论文看到的是我思想凝结的事。致谢别写我的名字。我讪笑着拍了拍他的手臂，我认真的。他凝视着我，我顿时泄气，有那么烂吗？他揉了揉眉头，今晚我帮你改改吧。我感动的不行，抱着他狠狠地亲了一口。你知道吗？这是你说过最动人的情话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推开我。那这句呢？顾晏殊单膝跪在地上，手捧着戒指盒，认真而郑重地说：你愿意嫁给我吗，徐彤？那一刻，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，只有这一句话还在回响。我毫不犹豫伸出手，我愿意。废话，世界上除了你，还有谁愿意给我改论文？全文完。